王强先是用力地拍了一下桌子，随后用袖子擦了一下脸上的茶水，这才一脸怒气地看着城主说道：“你什么理解能力？我是说大份的饺子，不是说大份馅的饺子。你以为我有病啊？还吃大份馅的饺子？这倒是老夫失误了，老夫这就去准备。客官慢等。”此刻，那城主脸都吓绿了，显然他不仅害怕楚风，也很害怕王强，所以明明还没问楚风他们吃什么，便赶忙溜走了。真是的，神什么理解能力？而王强依旧一脸的怨念。至于楚风，则是在旁笑个不停，他算是发现了王强这货绝对是个逗逼，有这货在，当真是增添了不少欢乐。随后便由另外的人来为楚风他们点餐，而楚风也毫不客气，将这里最美味的特色菜几乎点了个遍。可哪怕如此，这位城主还是为楚风他们额外的添加了许多的美味佳肴。当那满桌子的山珍海味上来之后，就连楚风也是快流出了口水。不得不说，他们这做的味道真是不错。而王强更是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，这货吃东西连筷子都不用，竟直接用手抓，就连喝汤也用手盛，那叫一个恶心。然而之前一直大大咧咧的刘越，此刻反倒显得拘束与沉默起来。刘叔，别怕，这城主今日不敢为难你，日后同样也不敢难为你。楚风猜到了刘越的忧虑，这才说道：“楚风，王强，请问你们两个究竟是什么来头？”刘越问道。且说这话的时候，他还故意看了王强一眼，显然他怕的不仅是这里的城主，同样也开始怕王强了。毕竟他之前与王强说话很不客气，又骂王强丑八怪，又说王强磕巴的，可谓对王强的缺点进行了毫不掩饰的侮辱。就如王强所说，刘越对他乃是人身攻击和人格歧视。本来刘越不以为然，但当他意识到王强与楚风不简单后，他才后悔自己之前所做的一切。其实说到底，他是怕王强报复他。我们两个是什么来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与你是朋友。王强，你说对不对？楚风看出了刘越的担忧，不用的推了王强一把。对，刘叔，今日多亏了你，你可真是我们的贵人。若不是你，我们可找不到这么好吃的东西。王强笑嘻嘻地说道。大大咧咧的他自然没有记刘越的仇，见王强这般，刘越才是然地笑了出来。来，刘叔，我敬你一杯。楚风举杯说道。我也敬你一杯。王强也是凑了过来。好。见状，刘越也是举起杯来。几杯酒下肚之后，刘越则是放下了心中的所有的担子，且越来越欢。正所谓酒后吐真言，刘越便是典型。几杯酒过后，他有的没的什么都开始往出说。楚风啊，王强啊，你们两个听我说，我看得出来你们两个都不简单，难怪艺高人胆大。不过我还是要劝你们，我们这里可不是一个太平之地。先不说那陆阳阁，我们这里最近更是出现了一个妖女，那妖女邪得很啊，到处勾引男人，然后活生生的吃男人的肉。你们两个要小心点，尤其是你啊，楚风，你看你长得细皮嫩肉的，太不安全了。相对比之下，王强倒是安全多了。刘越醉醺醺的说道。我擦，刘叔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意思是说我不如楚风英俊潇洒呗？听得此话，王强不高兴了。没有侮辱你的意思，只是你真不如楚风长得英俊。刘越此刻胆子变大了，说话也再度的没了顾忌。哎呀，你这么说，我可就不高兴了。楚风什么样不知道，但若魅力，我王强绝对天下第一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刘叔，天下间没有我王强搞不定的女人，莫说是一个妖女，就算再貌美如花的女子，只要我王强想拿下，她就肯定逃不掉。王强咧着大嘴，拍着胸脯，信誓旦旦的说道。突听的此话，楚风一个没忍住，又喷了。楚风虽然与楚风接触的时间谈不上太久，可也算不上太短。这个家伙有没有女人缘，楚风还是很清楚的。至少如仙喵喵、淡苔雪、白若尘、司马颖，甚至缥缈仙风的春舞、夏雨、秋竹、冬雪，这些有紫色的女子，王强都曾勾搭过，只是没有一个对王强有好感的。就算与王强交谈，也只是看王强修为强横，且是楚风的朋友，不愿得罪王强，才与他聊聊天。而如仙喵喵那种，若是王强敢靠近，更是会遭到一顿狠狠的羞辱，连靠近的机会都不给他。所以楚风非常清楚，王强此刻这番言论绝对是在吹牛皮，他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女人缘。楚风，你居然嘲讽我，枉费我拿你当兄弟。见楚风笑喷了，王强又不高兴了。王强，我真不是笑你，我就是忍不住。楚风哈哈笑道，看来不拿出点真格的，你是真不相信我呀。既然如此，我王强今日就大发慈悲，让你们开开眼界。王强说话间，自乾坤袋内取出一个盒子，别看王强穿的破破烂烂，可这盒子却是精致的很。王强将这个盒子打开，里面有一个红色的玉瓶。你们两个给我仔仔细细、清清楚楚的看好了，这就是我的至宝。有这个，不管是多么孤傲的女子，就算那女子天生喜欢女子，对全天下的男人没感觉，但只要我用了这个宝贝，那她就会爱我爱得欲罢不能，一辈子都会死缠着我。王强拿着玉瓶，得意的说道。看到这个玉瓶，楚风一个没忍住，又笑喷了，就连刘越都跟着笑喷了。因为这个红色的玉瓶上贴着一个纸条，纸条上有着几个字，这几个字写得非常的丑，但这不是重点，而是这字的内容：喷谁就爱上我。我擦，楚风、刘叔，你们这是真不相信我呀？算了，不信就不信吧，有实力未必就要证明我王强是一个低调的人。王强将那个瓶子收了起来。对于王强这个举动，楚风与刘越似乎早有预料，也没有揭穿他。可是二人还是忍不住笑。不行，看来我必须证明一下自己才行了，否则你们把我王强当成什么人了？我岂不是真的成了吹牛皮的人了？王强说话之间便来到了窗口，向外观望去，显然他是要找个美女，然后来施展一下他的魅力。
向楚风与刘月证明一下自己。起初，楚风根本没有把王强的这个举动当回事。出于他对王强的了解，楚风知道王强肯定是在做戏，不会动真格的。就算动真格的，也肯定是一场闹剧，搞不好最终还会以悲剧收场。这个美女够美啊！然而，王强不仅越看越认真，反而一脸兴奋地大喊起来：“哪呢？我看看！”见状，刘月也是站起身来，跑到窗外去观看。哎呀，我们城池什么时候来了这样的美女？我真是第一次看见。而令楚风想不到的是，就连刘月也有了如此兴奋的反应。二人皆是如此，倒也勾起了楚风的好奇心。楚风走到窗前一看，在那城门口的方向聚集着一大群人，大部分都是男子，密密麻麻的围成了一个小型的人海。而在那人海的中心，便站着一名女子。还别说，这名女子长得还真是够美，她的容颜堪称倾国倾城级别的，那迷人的身段与曲线更是堪称完美，白皙细腻的肌肤更是吹弹可破。尤物，这当真是一个尤物，尤其是一袭红裙在身，更将显得她火辣诱人。哈哈，真是天助我也！这个妹子是我的了。王强说话间，便要自窗户跃出。等一下！然而楚风却一把抓住了王强，说道：“这女子有些不对劲，长得如此美丽，怎么会站在那里，让那么多男人看？像这种女子，应该极为自负，寻常男子无法入她法眼才是。”哎呀，你想多了吧，楚风。女人长得美，不就是给男人看的吗？难道给自己看啊？王强无所谓的说道：“那只是其一，最重要的是我看不透她的修为。”楚风凝重的说道：“无所谓了，你就看我表现吧。再厉害的女子，今日你兄弟我也都要将她征服。”王强身子一跃，便自这百重红雀楼跃下，落到了那人海之外。随后，只见王强穿过众人群，来到了人群的最中心，忽然大喊一声：“啊！”他这一喊，不仅成功的引起了那女子的注意，还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。虽说那红裙女子很美，可是王强的造型却足够奇葩，所以他这一出现，顿时让所有人眼前一亮。而就在这时，王强则是深情款款地望着那红裙女子，且一步一步缓缓地向女子走去。他不仅走了过去，在靠近女子之后，竟然还开口吟诗：“啊，我亲爱的美人啊，我愿化身石桥，忍受百年风吹，500年日晒，500年雨打，只为等你从桥上走过。我好看一看你底裤的颜色。”王强此话一出，莫说是围观之人，就连身在远处的楚风与刘月也都是神情一致，有些傻了。我擦，流氓、混蛋、畜生，简直是色魔！一时之间，人群爆发了，所有男子都是勃然大怒，撸胳膊挽袖子的便要对王强出手，大有一副人民群众打流氓、为美女除害的架势。然而那红裙女子却没有一丝怒意，反而是双眼眯成2道甜美的月牙，对王强问道：“胆敢这样与我说话，你是不怕死吗？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”王强得意地说道：“你们呢？”红裙女子望向周围的其他男子：“我也愿意为你而死。”见状，所有男子都是振臂高呼，甚至还对天发誓，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决心。好，既然你们甘愿为我而死，那你们便为我而死吧！忽然之间，那红裙女子双眼绽放出血红色的光芒，散发出恐怖的杀意。与此同时，她那美丽的身体也开始发生变化，妖娆的身材顿时胖了10倍不止，白皙的肌肤更是变成了火红之色，一头黑发也是化作红发，如狂魔一般四下飞舞，一张樱桃小口更是化作一张巨口，张嘴之间甚至露出颗颗尖锐的獠牙。不好！见到这一幕，楚风顿时脸色一变，身形一纵，便向王强所在的方向飞掠而去。然而就在楚风动身的一刻，一声宛如猛兽般的怒吼传来，随后一阵劲风更是扫向四面八方。面对那股劲风，楚风竟然难以靠近寸步，并且还被吹得连连后退。当那劲风过后，楚风惊愕地发现城内的很多建筑都已经崩塌，无数人死伤惨重，而之前围绕着那红裙女子的所有男子全都消失不见了，包括王强。该死！见状，楚风则是飞天起，用天眼观望四方，用精神力感应四面八方，可是却根本寻不到那红裙女子的踪迹，同时也找不到王强的踪迹。那女子消失了，王强消失了，那些围绕着女子的所有男子都消失了，且消失的彻彻底底。就在这慌乱之间，楚风忽然想起先前刘月与他说，最近这方区域出现了一个专抓男子的妖女。于是楚风便回到了那百众红雀楼内，对刘月问道：“刘叔，先前的女子可是那传说中的妖女？”我也不知道啊，只是那个样子似乎有点像。刘月此刻也是吓得不轻，毕竟先前那红裙女子所散发的威势的确骇人，客官，那个的确是妖女。就在这时，这百重红雀楼的主人，也就是此处的城主走了出来。“你知道那妖女？”楚风问道。“回客官，关于这妖女，老夫的确知晓一些。”城主说道。“细细说来。”楚风说道。“那妖女，没人知道她到底是妖还是鬼，只知道她源自暗夜鬼灵。”城主说道。“暗夜鬼灵？”楚风眉头微皱，只是听这个名字，他也能感觉到不祥。暗夜鬼灵很是恐怖，且有着诸多远古阵法，寻常人根本无法踏入，也没有人敢踏入其中。那是一处禁地，事实上除了妖女之外，几乎没有任何生物可以在暗夜鬼灵里面生存。妖女一直都以年轻的男子为食，这似乎可以提升他们的修为，但他们究竟为何这样做，却没有一个实际的答案。等一等，你刚刚是说他们妖女不止一只？楚风问道。是的，不过妖女的数量也不是很多，平均几百年出现一个。城主说道。几百年出现一个，会不会是同一只？楚风问道。不会，因为之前出现的每一只妖女都被人斩杀了，所以不可能是同一只，并且以往出现的妖女虽强，
但却也能够压制。可是这一次出现的妖女却格外的强横。我看得出来，客官您乃是一品半祖，但您先前应该也感受到了，那妖女的实力绝非寻常半祖那么简单。城主说道：“的确，这点楚风倒是不否认。先前只顾着王强安危，只想着去救王强，楚风倒是忘记了这一点。其实以他的实力，若是真的与那妖女交手，恐怕还真的完全不是那妖女的对手。毕竟那妖女之前与他的距离也不是很远。可那妖女抓走那么多人，楚风却是什么都做不了，反而还被妖女的一声怒吼给震得倒退数米。由此便可以看出，那妖女的实力的确很强，强到了远远超过楚风的地步。此刻，楚风也是眉头紧皱起来。王强他不能不管，毕竟那是他的朋友。可是妖女这样强，楚风现在的实力又不是他的对手，这该怎么救？客官，虽然这次出现的妖女比以往的要强许多，可以往出现的妖女实力也都不弱。其实除掉妖女倒是有一个方法。那位城主说道。什么方法？楚风问道。在暗夜鬼灵的对立面，有一座光明仙山，光明仙山中有一种泉水，叫做降妖泉水。那降妖泉水有着克制妖女的作用，只要将这降妖泉水洒在妖女身上，妖女的实力便会大减。城主说道。这光明仙山在什么地方？楚风问道。客官等一等。城主说话间取出一份地图，在地图上3个圈，随后又画了一条线，递给楚风说道：“客官您看，这里便是我们红雀城，而这里便是光明仙山。光明仙山的对立面便是暗夜鬼灵，妖女就在暗夜鬼灵，那里是他们不变的巢穴，没人知道她是如何在那里生存的。而降妖泉水便在光明仙山之中，只是具体位置很难说，因为泉水的位置一直在发生变化，从来没有确切的位置。另外，客官若是要去的话，一定要小心行事。那光明仙山虽然名字看似正派，可其中有着许多凶兽，甚至半祖级的凶兽也有着不少，乃是一个真正的危险之地。”城主提醒道：“你为何要帮我？”楚风将地图收好后问道。楚风早就看出这红雀城主可不是一个善辈，不像是一个好心之人。那妖女很狡猾，不在暗夜鬼灵附近作案，偏偏跑到我们这里。其实说到底，是那妖女害怕暗夜鬼灵与光明仙山附近的势力，所以只能欺负我们这些弱者。客官如此年纪，便有了一品半祖的修为，您定然是出身不凡。若是您肯出手解决这妖女，乃是我们之福。而我也没有做什么，只是尽我所能的提供了客官一点线索而已。那城主此话说的可谓毕恭毕敬，诚诚恳恳。然而楚风却是淡淡的一笑，用那凌厉的目光盯着他说道：“但愿你说的是真的。刘叔，我们走。”说完此话，楚风身形一晃，一阵微风席卷屋子之内。楚风与刘月早已消失不见。可就在楚风走后，那位城主的脸色忽然变得惨白，豆大的汗珠如雨水一般倾洒而下。随后他身子一载，竟然扑通一声瘫坐在地上，浑身上下无法自控的剧烈抖动起来。城主大人，您怎么了？见状，一大群护卫冲了进来。我没事。城主摆了摆手，说道：“你们今日可差点给我惹了大麻烦，有眼无珠的东西可不是什么人，咱们都可以得罪的。”城主大人，那究竟是什么人啊？有好奇的护卫问道。究竟是什么人，我也不知道，但肯定是我们得罪不起的人。莫说是他身后的势力，单说他那一品半祖的修为，只是他一个人就能挥手之间灭了我们红雀城。城主说道。听得此话，所有护卫的脸上都涌现出了惊恐之色，一个个的后怕不已。楚风，你这是干嘛？距离红雀城数里之外，刘月捧着一个乾坤袋，一脸兴奋却又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楚风。那乾坤袋是楚风给他的，其中有兵器，有修炼资源，还有着大量宝贝。对于刘月来说，这可能是他奋斗一生也无法得到的东西。这一刻，刘月终于知道为何连红雀城主都怕楚风了。楚风果然非寻常之辈，只是他有些不好意思接受这样的大礼，毕竟他与楚风非亲非故的，也没帮过什么楚风大忙，不过一面之缘而已。刘叔，我的身份可能日后会给你带来灾祸，拿着这些远离红雀城，远离此处吧。楚风说完这句话，也不待刘月多说什么，便起身而走。他与刘月自然是一面之缘，但楚风却也不想因为这一面之缘而害了刘月。楚风知道，尽管他短时间之内还会默默无闻，但迟早有一天他会结下仇敌。也许那个时候，楚风的通缉令又会撒遍各处。若是刘月继续留在红雀城，如红雀城主这种家伙，保不准就会为了利益把刘月给废了。楚风按照地图一路前行，翻山越岭，废寝忘食的赶路，为的只是想要快点到达光明仙山。他要救出王强，他可不想王强被那妖女吃掉。忽然，楚风停了下来，看着前方那浩瀚到无边无际的山脉，楚风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惊讶之色。这山可以说是楚风目前为止所见过最大的山脉，哪怕五至圣土的那些连绵大山，却也没有这座山浩瀚。而这座山便是那所谓的光明仙山。给我让开！忽然之间，在楚风的后方传来一声怒喝。楚风回头观望，才发现在天际的远处有着几百道身影，正快速的踏空而来。那些人皆是骑着一种类似马一样的物种，不过那不是马，也不是妖兽，应该是一种特殊的坐骑。但是这坐骑的速度很快，竟然达到了半祖的速度，所以他们对楚风怒喝的时候，虽然还在远处，但眨眼之间，距离楚风已经不足万米。喂，你瞎了吗？叫你让路，你没听到？为首的一名女子对着楚风愤怒地呵斥道。这名女子只有18、19岁的样子，长得颇为稚嫩，且有着几分姿色，只是一双眼睛却充满敌意。这女子，楚风完全不放在眼中，因为她不过是区1品5帝的修为，这样的修为虽然在她这个年龄很强，但是对于楚风来说却是不堪一击。只是
这名女子实力虽弱，可是跟着她的一行人实力却是不凡，大部分都是武帝巅峰，但其中也不乏半组强者。其中最强的乃是2名白发苍苍的老者，这2名老者长得一模一样，应该是一对双胞胎兄弟，穿的虽然一般，可却挡不住他们那不凡的气质。而他们2位乃是2名6品半祖。这里是你们家的吗？你要我让路我就要让路，更何况天空这么大，你们别的地方不走，非要从我站的地方走，你们没病吧？然而楚风最终还是反驳了，虽然对方有2名6品半祖，虽然对方声势浩大，很可能是来自一个不凡的势力，可楚风却并不惧怕。楚风不爱惹事，但也从来不怕事。对于这种明显找茬的行为，楚风可不会选择忍辱。你这个家伙真是活腻了呀！你知道我谁吗？给我跪下，不然我打断你的腿！那女子举起鞭子，便向楚风抽打而来，二者相隔万米，那鞭子自然是触之不及。可是鞭子勾动的武力，却化作长达万米的金色长鞭，如同一条巨龙，向楚风挥打而来。而这等攻击，岂能伤到楚风？楚风站在原地，动都未动，只是冷哼一声。刹那间，1品半祖的威压横扫而出，那长达万米的金色长鞭，瞬息被楚风的威压震成了粉碎。1品半祖感受到楚风的气息，其中的许多人都是脸色一变，就连那2名高高在上的白发老者，也是将目光投向了楚风，眼中涌现出一丝惊讶。显然他们都没有料到，楚风这样的年纪，会有着这样的修为，竟敢冲撞我妹妹，给我废了他！然而一名身材魁梧的黑发男子却是怒喝一声，而他此话一出，除了那2名5品半祖的白发老者之外，其他半祖级的强者都是散发出阴森森的杀意，他们是要对楚风出手，是准备杀了楚风。可就在这时，在那光明仙山的深处，忽然传来了一声刺耳的怒吼。那声音传来之际，顿时山川震动，万鸟飞腾，倒是颇为壮观。是鬼煞兽驾！见到这一幕，那为首的魁梧男子顿时大喝一声，猛地拍打身下的坐骑，便快速地向那兽吼的方向狂奔去。驾！与此同时，其余的所有人也都是赶忙催动坐骑，快速地掠入了那光明仙山之中。眨眼之间，那气势冲冲的众人便全都没入了那浩瀚的光明仙山之中。见状，楚风只是轻哼一声，在楚风看来，那些人走了，反倒是那些人的幸运。刚刚若是真的要动手，楚风估计会杀个片甲不留。他们先前已经对楚风动了杀意，楚风若不杀他们，他们便会杀了楚风，并且楚风必须斩草除根，否则若是让他们回到势力之中，那可就后患无穷了。不过他们走了，楚风倒也没穷追不舍，毕竟楚风也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主。楚风身形一动，也是掠入了那浩瀚的光明仙山之中。王强被那妖女抓走了，随时有被那妖女吃掉的危险。楚风必须抓紧时间找到那降妖泉水，而进入光明仙山之中，楚风便将自己的精神力散发而出，与此同时用天眼观察四方，想要寻的那所谓的降妖泉水。只是这光明仙山太大了，简直比10个九州大陆加到一起还要大。这么大的山脉，哪怕是如今的楚风，想要在其中寻找东西，也是非常的艰难。转眼间已经过了3日3夜，而楚风却是一无所获。忽然，楚风眉心一动，他发现了一只凶兽。其实这光明仙山就如那红雀城城主所说的一样，这里的凶兽很多。楚风在这里度过的3个日夜，不知道碰过了多少只凶兽。楚风一般都不会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，所以会隐藏气息，躲过所有凶兽的攻击。只是这只凶兽可有些不一般，虽然体型不是很大，不过只有10米高，但是它长得却是凶神恶煞，身体漆黑，宛如铁架一般，看着就很结实，尤其那张脸就像是鬼一样，很是恐怖。而这只凶兽的修为也很强，散发着的乃是4品半祖的气息。此刻那只强大且诡异的凶兽正在吃着什么，仔细一看，那竟然是一个人。这是一只以人喂食的凶兽，凶兽很常见，凶兽吃人也很常见，更何况那个人早就死了。可楚风依旧很是惊讶，他之所以会有如此反应，那是因为楚风发现这只凶兽的血肉乃是修炼资源，并且那股天地能量极为浓郁。楚风若是吃了它的肉，便可以获得大量的天地能量。尽管楚风如今的丹田内已经积攒够了，足以突破到3品半祖的天地能量，可楚风却不能够松懈，他必须继续积攒，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积攒天地能量的机会。而这只凶兽，楚风自然也不会放过。忽然，楚风的身体如同离弦之箭一般飞射而起，向那凶兽快速的掠去。而令楚风惊讶的是，那只凶兽感受到楚风靠近之后，并没有如同其他凶兽一般向楚风扑杀而来，相反，这只凶兽竟身形一转，竟然快速的逃窜，并且逃窜的速度当真是极快，竟将楚风越甩越远。见状，楚风的眼中便有着道道雷芒涌动，而此等力量之下，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便覆盖于他的肉身。在这2重神雷力量的支撑下，楚风的修为连续提升2品，已是从1品半祖提升到了3品半祖。修为提升之后，楚风的速度也是大涨，那种速度胜过奔雷也是数倍不止。可哪怕如此，楚风与那只诡异凶兽的距离竟也是难以拉近。那凶兽的速度简直快得惊人，已经超乎了他自身修为所该具备的速度。忽然之间，一声怒吼自丛林之中传来，惊得林中那些残暴的凶兽都是四下逃窜。此时此刻，一条威风凛凛的青色巨龙，携带舍我其谁之势，出现在了楚风脚下。那是无上秘技青龙疾行术。楚风在施展出青龙疾行术之后，速度顿时提升许多。此刻他就站在龙头之上，化作一道青色流光，快速的在山林之中穿梭，简直快到令人发指。这种情况之下，楚风与那凶兽的距离终于开始拉近。片刻之后，二者距离已是不足1000米。
可是楚风却没有想到，当他刚刚追上那只凶兽之际，那凶兽竟猛然转身，张开血盆大口，连续数道暗黑色的光体，宛如黑色的流星一般，便向楚风喷射而来。那些光体每一个都蕴含着极强的阻击武力，靠近楚风之后，便猛然爆炸开来，横扫四面八方，威力相当骇人。4品半组的修为，逆战2品的战力。见此情形，楚风的眉头又是微微一皱，他终于知道为何这只凶兽速度如此之快，自己要施展出全力才能追上。这只凶兽竟然有着超越寻常半组的战力，多出了2品的逆天战力。要知道，与寻常的5帝和半组相比，楚风的逆天战力也只是多出了3品而已，而这只凶兽却多出了2品，比之楚风也只是少了1品逆天战力。这是一只特殊且强大的凶兽，难怪如此与众不同。此刻，楚风也是感到有些庆幸，他庆幸这只妖兽的修为只是4品半组，他若是5品半组的话，楚风碰上他也是非常的危险。毕竟这只凶兽4品半组的修为，加上2品逆天战力，真实战力可与寻常的6品半组相同，这与施展出全力的楚风也是不相上下。若是他的修为再高出1品，楚风怕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不管你是什么来头，可你的命我今日都要定了。楚风说话之间，盘龙怒斩浮现于掌心之中，随后脚踏青龙疾行，手挥盘龙怒斩，便向凶兽正面攻去。而那凶兽也是不甘示弱，在跑不过楚风的情况下，他挥动起2只利爪，竟也向楚风扑来，要与楚风来个硬碰硬。刹那之间，轰鸣四起，涟漪四溢，汹涌的力量化作铺天盖地的能量巨浪，席卷四面八方。二者的战斗足足持续了半个时辰，毁坏的丛林面积已是难以估量，唯一能够看到的便是滚滚翻腾的冲天黑岩，以及碎裂满的参天大树。不过最终，这只凶兽还是败在了楚风手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楚风击败这只实力与自己几乎不相上下的凶兽，并没有使用半程组兵，只是动用了盘龙怒斩这件地兵。但毋庸置疑的是，能够将楚风逼到这步田地，说明这凶兽很不寻常，这的确是一只非常厉害的凶兽。真是奇怪，一只凶兽不主动攻击人也就罢了，血肉竟然还是修炼资源，若是能够多遇到几只便好了。楚风喃喃自语道。而就在这时，远处忽然传来阵阵轰鸣，脚下也是不断传来微微的颤动。见状，楚风则是微微转过头来，在天眼动用之后，便将目光投了过去，想要一观究竟。天眼之下，一切尽显。这样的丛林，几乎没有什么挡得住楚风，哪怕距离很远，楚风却也看得一清二楚。而这一看，楚风也是目光一变，他意外的发现，那是一大群凶兽正在追捕几十个修武者。此刻，凶兽占据了绝对的上风，正在对那些修武者大开杀戒。追逐的路上，不断有修武者死去，而这些人正是在光明仙山之外与楚风争吵的那群人，尤其是那位之前举起鞭子要打楚风的女子也在其中。而那些人全部在尽力的保护那名女子，只是实力相差悬殊，这样下去，那些人全部都要死光，活该。楚风讽刺的说道。他从之前那些人的举动就能看得出来，这些人乃是一群仗势欺人的败类。这些人的存在，搞不好会有多少个无辜的人惨遭他们的毒手。在楚风来看，他们死了比活着强。虽然楚风没有出手，可却依然用天眼看着那边。楚风想亲眼看看他们是怎么死的，可忽然之间，楚风目光微微一变，他惊讶地发现那女子哭了，满脸的泪水随着奔跑的节奏四下飞舞。楚风仿佛能够听见她的哭声，那种感觉倒让楚风的心软了下来。按照以往，对于这种人，就算这种人哭，楚风也是不会有所触动。但是此时此刻，看着那女子满脸的泪花，楚风却陷入了救与不救的挣扎之中。之所以会这样，那是在那女子哭的同时，楚风也注意到了女子的嘴型。楚风仿佛能够听见她说的话，她不是在求救，反而是在劝解。那个刁蛮的女子竟然在劝那些誓死保护她的人快走，不要管她。这让楚风本有些冰冷的心忽然软了下来。在楚风印象中，这种女子应该很是自私，本不该顾及他人死活的才对。可这个女子似乎并非如此，果然我还是无法做到见死不救。忽然，楚风站起身来，将那只凶兽收入乾坤袋后，便化作一道流光，快速的向那群人的方向狂奔而去。大家快走，不要管我，你们快走啊！那名女子果然在大喊，就如楚风推测的一样，她竟然是在劝那些保护她的人不要管她的死活，让大家先逃，誓死保护小姐，后面的都给我守住了，前面的快带着小姐逃，不要御空而行，用跑的在林中更容易脱逃。然而那女子越是这样说，反而却坚定了那些护卫誓死守护的决心，一个个的开始拼命的与凶兽厮杀，哪怕被凶兽打得血肉模糊，却也不退缩。这些人绝对是在用自己的生命为他们那所谓的小姐断路。你们快走吧，不要因为我白白丢失了性命。眼见着大家为自己拼掉性命，那女子反而哭得更为惨烈了，那晶莹的泪花以及自责的表情可不像是装的。猛然之间，怒吼传来，一只修为在1品半组的凶兽猛然窜出，突破了所有的护卫，张着血盆大口向那女子扑了过来。糟了！见这一幕，所有护卫都是脸色大变，就连那女子也是吓得身体一抖。他们这里最强的只是5帝巅峰，几乎没人可以挡得住这只1品半组级的凶兽，他们所有人都要死。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忽然一股无形的力量自虚空乍现，那力量之强，简直具有扭转天地、颠倒众生之力，强大到竟使得在场的所有凶兽全部凝固在了原地。无论是此刻正在挥舞利爪的，还是说已经飞跃在半空之上的，全部如同石化了一般，定格在了那里。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这是咋了？这突然之间的变化，几乎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目瞪口呆，感到不知所措。伤人的畜生便是该杀。而就在众人不解之际，一道声音忽然响起。当那声音响起之际，一股磅礴的杀意也是随之而现。砰砰！
猛然之间，那所有凶兽竟都爆炸开来，化作道道血水，被人一击抹杀。是你！而此刻，那女子的一张小脸之上，更是露出了无比惊讶之色。她已经看到了出手之人，可她万万没有想到，这出手之人会是他。此人自然便是楚风，竟然是他！紧随其后，所有人都发现了楚风。起初是感到惊讶，没有想到楚风会如此之强。可是很快的，那惊讶的目光便化作了惊恐。几日前与楚风的冲突，他们可都没有忘记。现在再度遇到，还真是他们倒霉。楚风若是现在对他们出手，他们显然都是要死啊！慌了，莫说是那些护卫们，就连那名女子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惊恐之色。当天是我对你出手的，与他们无关，你要杀便杀我一人。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在这种时候，那女子竟然拦在了所有人面前，要拦下当初的所有责任。然而楚风却没有理会他们，只是轻哼一声，便转过身去，准备离开。你为什么要救我们？见楚风竟不准备对付他们，那女子便鼓足勇气追问道：“你想知道？”楚风回头问道。女子点了点头，一时兴起，仅此而已。楚风说完便要离开，等一等。然而那女子却是追上了楚风，问道：“对不起，先前是我不对，希望你不要计较。”楚风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如果对不起有用，那是否我杀了你的家人，和你说句对不起，你就可以不再对我追究？”女子紧咬嘴唇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罢了，我不是小肚鸡肠之人。楚风也不想难为他，随意的摆了摆手，便表示他是真的不想再计较了。请问你叫什么？然而那女子却再度追了上来，叫什么都与你无关，你我注定只是陌路人。楚风说道：“你不肯说，那我便叫你恩公了。”恩公，我叫唐英，是洛川城唐家之人，先前对恩公多有而得罪，而恩公又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此恩不能不报。恩公若是日后有事，大可到唐家找我，不管什么事，我一定帮你。女子很是诚恳地说道，与第一次看见楚风之时的态度简直是天壤之别。对于这女子如此大的变化，楚风则是淡淡一笑，本打算不予理会，但是忽然间，楚风又想到了来到此处的目的，那便是寻找降妖泉水。可是已经足足几日时间过去，楚风却一无所获，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楚风看过地图，那洛川城距离这光明仙山倒是不远，也许他对降妖泉水的位置可能知晓。于是楚风转过身来问道：“你可知道，在这光明仙山之中，哪里有降妖泉水？”恩公，你要找降妖泉水？听得此话，那唐英顿时面色转喜。你知道在哪吗？楚风见着唐英的神色，似乎知晓，便继续问道：“知道，当然知道。不过你要想知道的话，可必须要先告诉我你的名字。”唐英背着小手说道：“喂，说好的不管什么事一定帮忙呢，你就是这么对恩公的？”楚风皱着眉头说道：“当然帮，可是恩公对人家也要有起码的信任吧？一个名字都舍不得说，是不是太小气了？除非说你小肚鸡肠，还在为几日前的事情生气，我想不至于吧？毕竟你是一个大男人，理当大度一些才是。更何况我虽然动了手，可又没打到你。”唐英笑眯眯地看着楚风，他这一笑倒是挺美，只是那种目光分明就是在鄙视。楚风此刻眉头皱得更深了，他发现这个叫做唐英的小丫头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，这绝对是个难缠的主啊。不过为了救王强，楚风也只能委曲求全，说道：“楚风，楚风，名字倒是还挺好听的。”唐英很是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得知楚风的名字后，他反而笑得更开心了。别卖关子，快说！楚风说道：“那我就叫你楚风了。楚风，你要找的降妖泉水，只可偶遇，不可强求。这光明仙山自然是有，可你若要找，幸运的话，也许一转身就能碰到；若要不行，也许你在这深山老林之中蹲个10年8载也碰不到。因为啊，那降妖泉水的位置在无时无刻的变化。”唐英说道：“竟然这么难找？”楚风看得出来，唐英不像在骗他，可正因不是骗他，楚风才更为焦急。毕竟王强是被妖女抓走了，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。楚风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浪费，多耗费片刻都可能导致王强惨死于妖女的铁齿钢牙之下，成为那妖女的盘中餐。现在楚风只能祈祷了，祈祷那妖女嫌王强太丑，先吃其他男子，将王强留到最后。不过有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唐家人曾偶遇过降妖泉水，且收集了不少，所以在我们唐家便有你需要的降妖泉水。你若想要，可以与我去唐家去，不过有一个条件。”唐英说道。“什么条件？”楚风问道。“你要做我的护卫，保护我。”唐英说道。“你就是这么报答恩人的，早知道先前就应该让那凶兽咬死你。”楚风没好气的说道。本来他觉得这个唐英的家里既然有降妖泉水，那么他要是真的知恩图报，就应该直接给予楚风，可是他居然还提起了条件，这实在是有些过分。哎呀，你先别生气嘛，不用多了，你只要保护我10年就可以。”唐英说道。“想都别想。”楚风说道。“那5年、1年、半年、1个月，就1个月总可以了吧？那可是降妖泉水啊，很珍贵的，你若不付出一些，我也没办法跟我父亲替你要到。”唐英一脸委屈的说道。“好吧，好吧，我答应你，不过只保护你1个月，多1天也不行，并且你要现在便带我去取降妖泉水，我有急用。”为了王强的安危，楚风只能再度委曲求全。“哈哈，好，太好了，不过你要等一等，等我3哥来了，我们一起回去。”唐英说道。“要等多久？我可没有太多时间。”楚风说道。“先前被凶兽追捕，已经发送求救信号了，相信他们很快便会过来了。”唐英说道。“既然如此，那便等一下。”楚风说完此话，便盘膝而坐，闭目养神。实际上他是想感悟一下修武之道，看看能不能尝试着突破那重瓶颈。毕竟只要突破了瓶颈，就能突破修为，就可以踏入2品半祖。楚风如今虽然已是半祖，可他却也知道
在天外这种地方，一品半祖根本算不上什么，他必须尽快突破修为才是。你们快将这丹药服下，能够治愈你们的伤势。可楚风刚要感悟，便发现那唐英正在为那些人医治伤势。那些人被凶兽所伤，伤势绝对不只是皮外伤那么简单。而楚风看，哪怕唐英拿出来的疗伤丹药品质不错，可若只依靠这丹药，却无法让那些受伤之人尽快摆脱身上的疼痛。忽然，楚风手指探出，指着远方一转，便在地上画了一个圈，指着那圈说道：“你们全都进入那圈中。”您要干嘛？听得此话，那些人皆是神情一致。虽然楚风现在可以说算是他们阵营中的人了，但他们显然还无法接受这件事，对楚风仍有着防备。哎呀，让你们进你们就进，快，别磨蹭！那唐英说道。唐英发话，那些人似乎不敢不从，一个个的便赶忙进入楚风所画的圈子之中。楚风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而后唐英也是好奇地问道。然而楚风却没有理会唐英，只是看着那些人。当众人入圈之后，楚风双手急速变化，道磅礴的结界之力便飞掠而出，落入内圈中，化作了一座阵法，龙纹级的黄级结界之力。而看到楚风所施展的结界之力之后，在场之人几乎皆是目瞪口呆。可楚风却不理会众人，只是专心布置阵法。这是一座疗伤阵法，在这疗伤阵法之内，那些人被血肉模糊的肉身不但很快就愈合，并且伤痛也是彻底消失，可谓恢复的彻彻底底。好了，楚风袖袍一挥，那阵法便烟消云散。而此刻，那圈中之人皆是精力充沛，比受伤之前还要有精神。多谢。此刻那些人赶忙抱拳道谢，脸上还有着些许惭愧之色。毕竟先前他们对楚风还有防备，但实际上楚风却是为了替他们疗伤。楚风，你太厉害了，不仅修为强横，竟然还是龙纹级黄袍界灵师，我太崇拜你了！我竟然有这样一个厉害的护卫，这可真是捡到宝贝了呀！唐英跑到楚风近前，兴奋地狂叫不已。能安静一下吗？楚风瞥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最多半个时辰，半个时辰之内，你哥哥若不来，你必须带我回你唐家。”好，没问题。唐英笑眯眯地说道。当得知楚风是龙纹级黄袍界灵师之后，他对楚风的好感又增添了不少，甚至一双眼眸之中竟有着几分崇拜之色。而没过多久，足上百人便自天际之上飞掠而来。这些人楚风也都见过，正是几日前楚风见到的唐家人。只不过这队人马之中高手很多，几乎半祖级的强者都在这里。那2位6品半祖级的老者也在。妹妹，你可吓死我了！看你发出求救信号，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呢。怎么人这么少了？他们都去哪了？黑发的魁梧男子显然便是那唐英口中的哥哥，靠近之后便询问不断。然而忽然之间，他的目光看向了楚风，发现楚风之后，顿时磅礴的杀意散发而出，指着楚风大喝道：“原来是你！给我杀了他！”他此话一出，那些半祖级的强者也都是纷纷拔出兵刃，便准备对楚风动手。哥，你干嘛？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！见状，唐英赶忙说道：“什么？”听得此话，莫说是那魁梧男子，就连其他刚刚来到的人也是露出了惊讶之色。哥，他的确救了我们，并且他现在已经是我的护卫了。唐英说道。妹妹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？魁梧男子一脸不解。随后唐英便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告诉了魁梧男子。只不过哪怕得知了事情的经过，魁梧男子对楚风的印象却也没有好转，目光之中仍然有着敌意，且对唐英说道：“妹妹，我们唐家是非常时期，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外人，你怎么能带入我唐家？哥，要不然我们唐家现在不也在招兵买马吗？那2位不就是唐家请来的吗？”唐英指着那2位6品半祖的老者说道：“扯淡！这2位前辈是什么样的人物？那小子怎么能和这2位前辈比？”魁梧男子低声说道，话语之中可以听出他对楚风有着深深的看不起。而与此同时，那2名老者也是发出一声轻哼，就仿佛在认同魁梧男子的话语一般。不过楚风现在一心想救王强，根本没有将他们的话放在心上，而是起身说道：“喂，唐英，既然你哥哥回来了，那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？”“走，去哪里？”魁梧男子没好气的说道。“哥，我已经答应楚风了，等你来找我，我们便立刻回唐家。”唐英解释道。“那可不行，鬼煞兽还未抓到，我们不能这样回去。”魁梧男子解释道。“你们抓那鬼煞兽干嘛？”楚风问道。“这不关你的事。”魁梧男子冷声说道。“哥，你怎么能这么与楚风说话？他可是救过我的人。”唐英狠狠地瞥了他哥一眼，随后对楚风说道：“楚风，其实我们来此就是为了捉鬼煞兽。我知道，我是在问你，你们捉鬼煞兽要做什么？”楚风问道。“治病疗伤，我父亲身受重创，唯有鬼煞兽的骨粉可以疗伤。”唐英说道。“那这么说来，是不是只要捉到那鬼煞兽，就可以立刻回你们唐家？”楚风问道。“是的。”唐英点了点头。“你告诉我鬼煞兽的特征。”楚风说道。见状，唐英也是赶忙与楚风说了起来。而听得唐英的话后，楚风顿时目露喜色。其实他早就猜到，唐家人口中的鬼煞兽很可能就是他杀死的那只奇异凶兽。而现在听过唐英的形容后，楚风可以确定他杀死的奇异凶兽正是鬼煞兽。这样便简单了，我们现在便可以走。楚风说话间，便将手摸向了自己的乾坤袋。哟，听你这意思，鬼煞兽好像很容易捉到一样。不是我看不起你，就你这1品半祖的修为，鬼煞兽一口唾沫都能把你淹死。魁梧男子讽刺地对楚风说道。与此同时，那2位6品半祖的老者也是嗤之以鼻，对楚风投向了轻蔑的目光。对于此话，楚风也不生气，而是往地上一坐说道：“那你倒是叫他吐一口唾沫，把我淹死啊！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”魁梧男子以为楚风在挑衅他，勃然大怒之下，就有要对楚风出手的架势。可对于魁梧男子的话，楚风却不予理会，从腰间取下一个乾坤袋后，对着空中一扔，光芒闪烁之间，
只听的一声，一道身影便落在了地上。而看到那落在地上的身影之后，在场之人，包括那魁梧男子以及2名老者在内，皆是瞠目结舌，目瞪口呆。鬼煞兽看着那地上的身影，众人一同脱口而出，他们都一眼就认出了，这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鬼煞兽。这是你杀死的？魁梧男子满面吃惊地对楚风问道。不然还是你杀的？楚风冷笑着瞥了那魁梧男子一眼，之前魁梧男子给他的讽刺，楚风只是这一句话便全部还了回去。听得此话，那魁梧男子果然神情一变，一脸的尴尬。毕竟他很清楚，以他的实力，自然不可能击杀鬼煞兽。楚风，你未免也太厉害了吧？你可知道我们为了抓着鬼煞兽费了多大的劲？就连罗天和罗帝2位前辈遇到这鬼煞兽，也是多次让其逃脱呢。唐英更是一脸的兴奋，而他所说的罗天罗帝，显然就是那2位6品半祖的双胞胎老者。然而听得此话，那罗天罗帝2兄弟则是同时冷哼一声，显现出了不爽之意。随后那罗天更是对楚风说道：“小朋友，做人要诚实，你这是何意？”楚风问道：“我是什么意思？你很清楚，这鬼煞兽不仅是4品半祖，更是拥有逆战2品的战力，真实实力可与6品半祖一战，而你只是区1品半祖。虽然在你这个年纪能拥有这等修为已经很不可思议，但这个修为却是不可能杀掉这鬼煞兽的。你老实招待，是何人杀了这鬼煞兽？你是在哪里捡到这鬼煞兽的尸体的？”罗天冷声问道。先前他完全不将楚风放在眼中，可楚风拿出这鬼煞兽后，他已然是楚风为敌人。是啊，他的实力虽强，但鬼煞兽更强，他不可能杀死鬼煞兽才对啊。与此同时，在场的其他人也是反应过来，纷纷表示不太相信那鬼煞兽是楚风所杀。此刻，本坐在地上的楚风缓缓站起身来，随意的拍打一下屁股上的尘土后，便一步一步的向那罗天与罗帝2兄弟。当楚风距离那2兄弟不足2米之际，楚风才停下来说道：“这尸体是在这光明仙山捡到的，至于这杀鬼煞兽的人，就站在你们面前。小朋友，真不是我看不起你，只是你这修为就摆在那里，与鬼煞兽的实力相差悬殊。不是我们2兄弟不相信你，你问一问在场的人，哪个会信你？”罗天与罗帝哈哈大笑起来，那笑容之中尽是讽刺之意。与此同时，后赶到的所有唐家人也都跟着大笑起来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楚风眼中忽然雷芒闪烁，当那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浮现而出之际，楚风的气息已是从1品半祖提升到了3品半祖。紧随其后，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一股强大的威压自楚风体内横扫而出，直接轰向了罗天与罗帝2位老者。因为距离太近，楚风的威压又强，罗天罗帝2兄弟还没搞清楚状况，便被楚风的威压击中，轰退数米开外。2道苍老的身影宛如离弦之箭一般急速飞射，所过之处，无论是巨石还是大树，都会被他们2人洞穿，所过之处狼藉一片。可哪怕这样，2人足足飞射了几10万米的距离之后才停下来。我的天啊！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而当人们看向楚风之后，莫说其他人，就连那从一开始便看不起楚风的魁梧男子，脸色也是变得异常凝重起来。毕竟那2位可是真正的6品半祖啊，可却被楚风的威压直接击飞。最重要的是，此刻楚风身上那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，更是让人们目露惊恐之色。在5之圣土，没人认识楚风这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，可是这里乃是百炼凡界，几乎所有人知道，这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以及那超越寻常人的逆战3品战力，乃是天族之人的象征，是天级血脉拥有者才能施展得出的手段，是天级血脉拥有者才具备的能力。而天族是何其强大，在这百炼凡界，不管是哪一个天族，那都是威震一方的庞然大物。毫不客气地说，不管他唐家拥有何等实力，但若与天族相比，简直就是一条小河，对比汪洋大海，不可相提并论。也正因如此，唐家人才会如此吃惊。先不说楚风这逆天的实力，单说楚风这背景，便已经让他们惊恐不已。在这一刻，许多唐家之人已经吓得浑身发抖，双腿发软。毕竟他们之前可是差点要杀掉楚风的，而偏偏天族之人又是他们得罪不起的存在。混账小子，老朽今日非要将你碎尸万段不可！忽然一声愤怒滔天的吼声传来，与此同时，磅礴的杀意更是席卷而来，淹没这方天地。是罗天罗地2位老者正在急速的赶来，人还没到，声音与杀意便已经传来。之前楚风的威压虽然将他们击退，但也只是击退而已，楚风并没有真的伤他们，所以他们此刻虽然不是完好无损，却也只是受了轻伤而已。但是被一个小辈击飞，并且还是当着自己的雇主面，这让他们2个觉得颜面尽失，想要找楚风讨个公道。若要动手，我奉陪，但事先告诉你，我没有时间浪费，若再逼我出手，我可必要开杀戒了。楚风冷声说道。与此同时，一双眼眸之中也是散发出了浓郁的杀意。好狂妄的小鬼，竟敢这般大言不惭，那就让我领教一下你的手段，看你是如何开了杀戒的。罗天罗地2兄弟的声音再度响起，这一次2人的声音已不是自远处传来，他们已经靠近了楚风。楚风在了楚风以及众人的视线之内。然而当罗天罗地兄弟看到此刻的楚风之后，却顿时如同石化了一般，愣在了原地。莫说先前那滔天的杀意被2人尽数收回，在2者那苍老的脸上更是涌现出了既震惊又惶恐的神情。天族之人若是唐家之人怕，那他们兄弟2人同样怕。扑见到这一幕，唐英赶忙用手掩口，差点没笑出声来。别看罗天罗地是他们花重金雇佣的，但这2个老头子可是狂得很，可谓是目中无人。
哪怕是他与他三哥那两个老头也不正眼相看。可是眼下这两个老头看到楚风后，竟然露出了惊恐的目光，并且在先前还喊着要教训楚风，要将楚风碎尸万段的他们，此刻却是一脸的怯懦。在唐英看来，这实在是太好笑了。怎么了？动手啊！楚风毫不客气地说道。罗天罗地两兄弟不知该说什么，但却绝对不敢再说。对付楚风的话，丢人，不用别人说，罗天罗地两兄弟也知道，他们此刻很是丢人。然而他们却没有任何办法，毕竟对于天族之人，他们真的是不敢得罪。哎呀，误会，这可真是误会啊！真没有想到楚风兄弟如此强横，看来这鬼煞兽的确是楚风兄弟所杀。先前倒是我有眼无珠，错怪了楚风兄弟，我在这里赔罪，给楚风兄弟赔罪了。魁梧男子见场面尴尬，便走出来圆场。然而哪怕他对楚风点头哈腰，做所谓的赔罪，但楚风却也是懒得理他。楚风兄弟，我叫唐勇，是唐家三公子，今日能结识楚风兄弟，当真是我唐勇以及唐家的荣幸。先前多有得罪，还望楚风兄弟不要介意啊。然而这唐勇脸皮也不是一般的厚，哪怕楚风不理他，他却依然自顾自地说。此刻他的表情与之前简直就是天壤之别，那一脸殷勤的笑容看得楚风感到恶心。这种人太假了，若不是为了王强，楚风真的不想与这些人打交道，但为了王强，楚风也只能勉强一下自己了。虽然自己都觉得有些奇怪，但楚风却真的觉得那个他开始印象最差的唐英，现在看来反而顺眼得很。现在可以回唐家了吗？楚风依旧没有理会唐勇，而是对唐英问道：三哥，我们走吗？唐英不敢做主，看向了唐勇。可以，我们现在就走，只是这鬼煞兽您要什么价格出售？唐勇问道。如果是先前，他也许会直接抢夺这鬼煞兽，但是现在他可不敢抢，只能花钱买了。你们只要骨头是吗？楚风问道。听得此话，唐勇先是一愣，因为据他所知，这鬼煞兽虽然稀少，但唯有骨头才是最珍贵的地方。剔除了骨头，这鬼煞兽剩下的地方便可谓是一文不值了。虽然不明白楚风为什么要问这个没用的问题，但唐勇还是笑着点了点头道：对，只要骨头，那便送你们了。楚风说道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这份礼未免也太此刻莫说是唐勇，就连唐英、罗天罗地以及唐家的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变。我说送你便送你们了，如果觉得过意不去，便多送我一些降妖泉水吧。不过这鬼煞兽的肉要完好无损的交给我，明白吗？楚风说道。可以，这绝对可以。唐勇连连点头。与此同时，所有唐家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，只有他们最清楚，如今他们唐家是多么需要这鬼煞兽的骨头。就算现在楚风拿着这鬼煞兽的骨头趁火打劫，漫天要价，可只要力所能及之内，唐家都愿意给。可是楚风居然只要降妖泉水，这可真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。随后楚风一行人便前往了唐家，而这个唐家所在的城池的确比红雀城要大得多，同时也要雄伟繁华的多。至于唐家，则是占据了这浩瀚城池的一半，且唐家所占据的地方都由结界封锁，并且守卫森严，寻常人休想踏进去。而这唐家真可谓高手如云，这样的势力若是放在五之圣土，几乎除了盲眼老者他们，便无人可敌。但是楚风能感觉到，唐家虽强，但在这百炼凡界却也算不上什么庞然大物，只能说是霸占一方的家族。由此便可以看出，难怪那暗殿店主那样看不起五之圣土的人。这百炼凡界的确远非五之圣土可比，正所谓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楚风在这百炼凡界接触的人越多，便越有感触。以前只是自己空想，但现在却是实实在在的见识到了。到了唐家之后，楚风便将鬼煞兽交给了唐家人，毕竟他已经知道唐英的父亲，也就是这唐家的家主，现在身负重创，就等着这鬼煞兽的骨头医治伤情了。而唐家得知楚风非寻常之辈后，对楚风自然是好生的招待，不敢有丝毫的怠慢。不过楚风不喜吵闹，便把所有服侍他的人都赶了出去。可是唐英这个丫头却是怎么赶都赶不走。楚风，真没想到你竟然是天族之人，天级血脉的拥有者，难怪你这么强。可是天级血脉拥有者我也见过不少，像你这么强的同辈中人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。你在你们族中也定然是非同寻常之辈吧？你是不是你们族内小辈中的最强者？对了，楚风，你到底是哪个天族的啊？你该不会是楚氏天族的人吧？难道你是楚氏天族来到我百炼凡界修炼的？唐英在楚风耳边叽叽喳喳的没完。这个丫头此刻看向楚风的目光变得更为崇拜了。楚风没有理会她，只是闭目养神，用心的感悟那重通往二品半祖的屏障，看怎样才能突破这道屏障。哈哈，开玩笑的，我知道你一定不是楚氏天族之人，如果是的话，你早就说了，你应该是其他天族的人。哪一个呢？应该是殷氏天族吧，毕竟殷氏天族距离我们这里最近了。虽然楚风不理会唐英，但唐英却依旧自言自语说个不停。殷氏天族离此处很近吗？楚风睁开了双眼看向了唐英。如果对其他事物没有兴趣，可是这殷氏天族，楚风还是很有兴趣的。毕竟楚风知道，那在险些毁掉五之圣土的暗殿店主，便是殷氏天族之人，算是距离此处最近的一个天族了。唐英此话说完，便是目光一变，问道：咦，这么说来，你不是殷氏天族之人，那你是哪个天族的？让我猜一猜啊。唐英背着小手左摇右晃的，陷入了沉思之中。吴小姐，楚风大人要的鬼煞肉送过来了。就在这时，店外有人传话道：好，送进来吧。唐英此话说完，便有人推开门，将一大盆肉送了进来。这是龙文级黄袍界灵师弄的吧？楚风问道。他从那盆中的鬼煞兽之肉便看得出来，这一定是龙文级黄袍界灵师的手段，否则就算是半祖级强者，也不可能将肉切得如此精致。虽然骨头剔除了下去，但却没有伤到肉，这是脱骨之法，
虽然看似简单，但实则很难，唯有龙纹级黄袍戒灵师能做到。对啊，我们为了医治父亲的伤，特意请了龙纹级黄袍戒灵师。是那位戒灵师说，父亲的伤很难医治，唯有将鬼煞兽的骨头磨制成粉，给我父亲服下，他才能出手。唐英介绍道，龙纹级黄袍戒灵师还要请你们唐家这样的势力，连个龙纹级黄袍戒灵师都没有。楚风有些诧异，他本来觉得那龙纹级黄袍戒灵师是唐家之人，但听唐英的意思，显然并非如此。只是唐家这样的势力，若是放在五之圣土，已经可以是称霸一方，连远古精灵都远远不如的存在，怎么连一个龙纹戒灵师都没有？难道说这百炼凡界的龙纹级黄袍戒灵师，竟也如五之圣土一样稀少？那当然了，龙纹级黄袍戒灵师一个个自负得很，往往都是很难请到的，更别说让他们加入我们唐家了。而如你这样年纪轻轻便成为龙纹级黄袍戒灵师的，那就更是少见了。楚风，你是我从小到大见过最强的人，你简直就是我的偶像，你到底是怎么修炼的呀？竟然这么厉害！唐英一脸崇拜地问道。我能在这里生活吗？楚风问道。生活可以啊，你要干嘛？唐英问道。吃肉啊。楚风淡淡一笑，随后袖袍一挥，一层火焰阵法便在这殿内点燃。随后楚风掌心一握，一道武力凝聚而成的叉子便浮现而出。楚风用这叉子将那鬼煞兽的肉插起后，便盘坐在火焰阵法前烤了起来。这火焰阵法是专门烤肉用的，所以火势很猛，肉放在上面很快变熟，但却又不会烤焦。楚风，你干嘛呀？你该不会是要吃这鬼煞兽的肉吗？唐英面露吃惊地问道。废话，不然我烤它干嘛？你要尝一尝吗？不过你最多只能尝一小口。楚风笑着问道。不是楚风小气，只是这鬼煞兽的肉是蕴含天地能量的，按理来说楚风一口都不应该放过，肯舍得给唐英尝一小口，已经是很大方了。楚风，你疯了？鬼煞兽的肉不能吃，会毒死人的。见楚风竟真的要吃鬼煞兽的肉，唐英吓得小脸都白了。是吗？楚风仔细看了看鬼煞兽的肉，这才发现这鬼煞兽的肉还真的蕴含一些毒性，并且这毒藏得很深，乃是一种剧毒。然而发现这一情况之后，楚风却是大嘴一张，直接将一大口肉塞入了口中，大口大口的咀嚼起来。我的妈呀，你还真吃啊！而这一刻，站在一旁的唐英则是被楚风吓得双手抓着头发，就跟疯了一样。至于楚风，吃的速度很快，那么一大盆的肉只是片刻功夫便全部被楚风吞入了腹中。现在的楚风已经不是寻常的人类，各个方面都远非寻常人类可比。他只要想吃，莫说这么一盆肉，就算给他几十头大象，他也吃得下。将鬼煞兽的所有肉吃掉后，楚风感觉他丹田内的天地能量又充裕了不少，虽然还没有达到可以足够突破到4品半祖的地步，但是相差也不是很多。所以此刻楚风的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。你竟然没事？见楚风吃完光肉后，不仅毫发未损，竟然面色更加红润。唐英再度惊讶地张开了小嘴，真的很好吃，你不吃真是你的损失。不过你现在想吃也吃不到了，因为已经没了。楚风坏笑着擦了擦嘴，我的天啊，你简直是变态！鬼煞兽的肉可是很烈性的，你怎么会没事？莫非你百毒不侵？唐英就像是看着怪物一样打量着楚风，别扯淡，鬼煞兽已经交给你们了，我的降妖泉水呢？怎么还没取过来？楚风问道。毕竟解救王强乃是楚风的心头事，降妖泉水有些特殊，本来就需要用特殊的器物承载，所以取来的本来就慢。而且我知道你要降妖泉水应该是用来对付暗夜鬼灵的妖女的，我们唐家有专门对付她的器具，配合器具使用降妖泉水，妖女很难抵挡。只不过往那器具内装降妖泉水就更加耗时，你就耐心等一等吧，我是绝对不会欺骗你的。唐英说道。楚风看唐英的样子，的确不像是骗他，况且在这唐家人知道他的身份后，对他毕恭毕敬的，都不甘得罪于他，所以楚风觉得唐家的其他人应该也不会骗他，于是便问道。和我说说吧，你们唐家得罪什么人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听得此话，唐英顿时双眼瞪得溜圆，又是一脸的吃惊。这还不简单，你们这座城池很大，看得出来，除了你们唐家之外，城池之内也有着很多势力和百姓人家。但是来时的路上，我发现除了一些个别势力外，很多小势力和寻常的百姓都不见了，并且应该是离开不久。而你唐家更是严阵以待，不仅所有防御结界和阵法全部打开，所有唐家之人更是神色紧张，就像如临大敌一般，并且除了唐家自身的人之外，还请了很多外人，皆是修武高手。这种种迹象都说明你们唐家面临大敌，怕是要不了多久就有人要攻打上门了。我说的对吗？楚风问道。楚风，你简直神了，竟然通过观察便发现这么多事情。唐英一脸的惊奇，待我做完该做的事，会信守承诺来做你1个月的护卫。既然要保护你，就应该了解眼前唐家所面临的形势，以及唐家到底得罪了什么人，所有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都如实的告诉我吧。楚风说道。是曹家，曹家与我唐家一样，都是陆阳阁的附属势力。唐英如实说道。听得此话，楚风心中一动，因为那陆阳阁的阁主乃是处世天族的人，所以楚风对这陆阳阁也是格外的感兴趣，毕竟这是他来到天外后所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处世天族的人。不过楚风却没有打断唐英的话，没有表露出任何的情绪，而是继续听着。我曹家与唐家各自统治着一方区域，本来井水不犯河水，因为是相邻的势力，所以往日里关系不错，乃是几百年的世交。不过当陆阳阁统治此处之后，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，因为陆阳阁每年所要的贡品极多，我唐家与曹家为了争夺利益，也是不断发生摩擦。尤其是最近2年，我唐家与曹家已经彻底撕破了脸皮。唐英说道。等一等，你说你们唐家与曹家都是陆阳阁的附属势力，那么你们2家这样摩擦，陆阳阁就不管吗？楚风问道。陆阳阁从来不管这些，他们要的只是利益而已。
至于附属势力的纷争，那便是优胜劣汰，他们从不过问。唐英解释道。得知此事，楚风目光变得深邃，对那陆阳阁的印象再度差了一层，但他却没有表现出来，而是说道：你继续说。我唐家与曹家的关系恶化到这种地步，多年的交情早就不在，已经是真正的敌对势力。可最恶心的是，我唐家与曹家早在我还没有出生之时，就为我定了一份亲事，这个亲事就是要我嫁给曹家的小儿子。可是谁曾想，曹家的小儿子生出来后便是一个傻子，怎么治都治不好，我父亲怎么肯愿意让我嫁给曹家的小儿子？更何况是这种敌对的情况下，所以便去找曹家退婚。可谁曾想，曹家就以我唐家悔婚为由，要与我唐家开战。对于这场战争，他们早有预谋，处心积虑地准备了许久，早就在宣战之前就邀请了许多外来的高手，而我唐家却根本毫无准备。当发现不对的时候，已经为时已晚了。现在我唐家与曹家的整体实力虽然相差不是非常的大，但却是曹家占据了优势。若要真的交手，肯定是我唐家会败。而我父亲不想败，便开始私下去请高手。前些时日去请他的一位好友，想让他的好友帮忙，可不曾想他的好友早就被曹家收买，竟然联合唐家偷袭我的父亲，这才导致我的父亲身负重创。唐英提起此事，咬牙切齿，一脸的怒容。